哦，好想談戀愛，怕我虧妻，怕空歡喜，愛的不是你，怕沒有奇蹟。果然女生不是看畫面的細節，而是看人。哎，紅米先亮了，太有節目，太懂節目效果了，紅米。2倍跟2.5倍這兩個的色溫明顯的有區別哦。那可能是曝光策略的原因，它本來就是欠爆的，好嗎？小流氓。新的視野，全新的感覺。戶外欄目黑心公測又來了，那麼也是臨近聖誕，我也是穿上了紅色戰衣。那我是火火還是水水？冰冰。好尷尬，快點穿刺到底了。那最近一直在測旗艦機，現在我們來點接地氣的，然後都是一些幹嘛？接地氣的。最近都在測那個旗艦机，然後我们现在來測一下比較接地氣的一些手機。我們比較關心的呢是2000元檔的高性能手機表現到底怎麼樣，特別是內存、硬盤都漲價的情況下，它還能不能做出配置跟體驗都不錯的高性價比手機？所以我們一次性找來了3台手機，噔，紅米 K90，噔， 1+A6T， iQOO Neo11。因為這次手機比較多啊，所以我們找來一個人幫忙負責。接下來呢，我們就會在東山口走走停停，拍照打卡，來體驗一下這3台手機日常使用的感覺到底怎麼樣。茶又來了啊！怎麼老是在狀況外？怎麼辦？我們現在3台手機先開機，然後打開大眾點評，看看東山口附近有什麼好吃的，先去吃個午飯。1、2、3，開。哎，紅米先亮了，紅米亮了啊！哇，紅米震動了。我感覺到它震動了。它這個震動手感有一點點差。紅米為什麼不動呢？不知道呀。哎呦我去！有反轉！哇，太有節目，太懂節目效果了，紅米。你身為一個南方人，有沒有見過雪啊？沒見過啊。啊，那你看吧，在那裡。廢話。紅米會卡一下，你看到這裡會摟一下的，如果滑很快的。它加載不上去。對啊。你知道為什麼會加載不上去？為什麼？因為它有個廣告，它會卡在那裡。哦，你們那裡也是一樣的嗎？哎，本來就是那些推送流就是這樣的，你刷着刷着突然卡了。接下來都打開高德地圖導航，然後導航去東源，看看3台手機的指南針準不準確。不是東山小廚嗎？是嗎？不是東源嗎？剛剛說東山小廚啊。啊。你看這裡，接下來打開高德地圖導航。高德地圖，這太多廣告了，你看到沒？你看又彈了一次廣告。哇，這是軟件嗎？對啊。操，為什麼在地球上面？哦，不是哦，不是，等一下，下錯了。剛才那個是高度導，新產品啊！哇塞！你看，我搜高德，然後它推出來的是高度導航，所以才那麼多廣告的。小米這個廣告真的是太，然後高德在第2個，你看到沒？我已經按了嗎？啊！哎，先看一下路。我這是開車嗎？不是啊，走路啊。開車，你想得美。走路啊。看是哪個笨蛋？不是走路嗎？对啊，走路啊，是走路啊。這麼驚人不一樣嗎？沒錯，是走路啊。搞笑了，行不行？不要硬給後期加素材。沒有這個預算。好不好？大家。今天看一下多少度，非常冷。不是，我現在覺得紅米亮一點。不是，我跟拍不出來。不是，相機裡看是紅米亮一點。你用這個拍，你用這個拍。你不用過來，你不用過來。太陽直射的情況下。太陽直射的情況下。哦，還是紅米會亮。紅米亮一點，但是人眼看是那個1加會。你的眼就是遲。哇，1加的。要不去吃飯吧？我怕等一下排隊了。哇。這裡擠一擠應該也行吧？
我们現在到了吃飯的地方，然後3台手機在導航過程中地圖都沒有什麼問題。我們現在吃飯的過程中刷半個小時抖音，看看3台手機的整體表現怎麼樣。紅米半個小時從96%耗到93%，使用的過程中沒有明顯的卡頓。一加耗電從97%到94%，耗電3%。iQOO Neo 11刷抖音刷半個小時，電量就從99%到95%，耗電4%。驍龍8 Elite 性能還是挺強的，就非常流暢，也一點都不發熱。好耶！我們剛才吃完飯了。我們剛才吃了飯，然後現在我們就拿着3台手機去拍一下，東山口這美麗的風景跟美麗的風景，然後拍4K 60幀10分鐘，看一下3台手機的表現怎麼樣 ？Go go go！ Go go go！ 我懂了啊，別真的好像是1+4熱一點點。哦，跌咗，落班。好，我們錄製視頻10分鐘，由於我們又不知道思姐跑到哪裡去了，然後我跟四哥還有那個道具人一起說一下那個使用感受。紅米93%的電耗到89%，耗電4%，這裡會稍微有一點點熱，可能最近天氣沒那麼熱了，就溫度就降下來了。一加從93%耗到90%。我手上這台是 iQOO Neo 11啊，電池從95%下降到91%，耗電4%，溫度的話還挺正常的。雖然3台手機是偏性能的，但是來到這麼好看的東山口，那肯定要拍一下漂亮的我啦。1、2、3，後住一個動作，好，後住。等一下，另一台。一加的天空都能恢復過來，但是一加的人臉偏暗哦，對吧？魚卵框臉。那可能是曝光策略的原因，它本來就是欠曝的，好嗎？紅米的這個顏色有點偏紅，有沒有感覺？身子也可以側過去的沒？這個會比較好一點，紅米的。哇，紅米第一次被誇哦。真假的？其實 iQOO 也不錯，是吧？都有磨皮的痕跡吧，應該都是稍微美化了一些。好，現在在路邊再拍一下吧。但是小米這個把高光的保留的要比 iQOO 的要好哦。是的。對吧 ？iQOO 的這個後面直接糊了。iQOO 人會好看一點。紅米這個後面高光哈。對，細節會好一點。再看一下那個。這也太陰陽臉感覺。太黑了。對啊。3台選一台，哪一台 ？iQOO。果然女生不是看畫面的細節，是看人。那現在我們測一下3台手機的戶外亮度怎麼樣？OK， 現在是戶外樹蔭底下的屏幕亮度，也就是沒有太陽直射的情況下。紅米是不到700，不到700，697，700多，700多一點，相差不大，但是也比紅米高。OK， 好，下一台。哦 ，iQOO 高好多，你往上中間來一點點。780。對，780比紅米整整高了差不多100。好，我們現在在太陽底下看一下激發亮度怎麼樣。然後1100，也就是1140，好，比剛才高了整整300多。好，所以就是我們上午的那個結論是對的呀，就是一加是肉眼看起來最亮，那現在測出來也是一加的最亮，然後後面是紅米，再後面就是 iQOO 了。OK， 好。四哥拍了幾張就虛了，非要休息，所以我們來到了這個美麗的咖啡廳，讓我們來一局緊張又刺激的王者。發生什麼事了？發生什麼事了？發生什麼事了？哎，這個是不是？玩蔡文姬的人長這樣，對面有沒有？黃忠。對面有沒有可能是機器人？有可能。不可能吧？打死他！哦呦，快走，快走！孫悟空來了！啊！天哪！天哪！
没事。哇，快倒啊！那打假赛一般说我要玉了，不会说我要送。打我干嘛？这谁撑得住？有这种陪玩，我去死家！我送了，哦，不是开玩笑的。你干嘛去了？这个叫经济轉移法，用我們的下等碼送點經濟給對面的人，你們殺了他才值錢啊！你都沒殺死，太牛了，黃忠！哇，這情緒價值拉滿了。你是解說嗎？你是不是遊戲解說？你告訴我。哇，金牌游走。豆子，醒了，豆子，睡着了嗎？金牌游走。金牌游走啊！哎，沒想到打野分數最低。打野是誰啊？打野就是那個玄策。啊，他不是14.3嗎？不是，是他。你14.3？哇塞，好厲害！不是你真沒發現我14.3嗎？太可怕了。37分鐘的王者，然後紅米 K70的話沒有。任何卡頓吧，就是機身的話會感覺到明顯的溫熱，手托的話也是有一點點感覺。大拇指這裡耗電的話是81%到73%，耗電8%。我這台是 iQOO Neo 11，玩起來過程中沒有什麼卡頓，但是摸上去會有點溫熱，其他的沒什麼問題。從83%到74%，耗電9%。37分鐘的王者哈，耗電從84%到77%，耗電7%。手機也是微微溫熱，就主要發熱點在這裡。對，然後到時候看那個發熱對比圖。這種事情只會是黑哥幹。哦，誰打我？哪裡？你不是說看到有人嗎？在哪裡啊？嚇死我了，這是真人啊！誰扔的煙霧彈啊？哇了個去！不是我沒有煙霧彈。那個誰？有人呢。等一下，我舔個包。哇，烏雞輸出真的好快，烏雞，人家怕你看不到，還給你扔煙霧彈呢。哇！他為了撿包用車撞那個人，好恐怖。我看到人了，在哪裡？不告訴你。我來。誰呀？舔我？大香蕉。我那個衣服是個大香蕉。生鮮啊，一鍋屎。好，紅米 K90從70%耗到64%，然後明顯的是比王者要熱一點的。半個小時耗電6%，從71到65。一加吃雞半個小時，從75到69，耗電6%，然後也是微微溫熱吧。現在黃昏時刻，我們再走走停停，再拍一組樣張看看。啊，對，怎麼也飛不出花花的世界。你有2.5倍嗎？2條區。啊，2.5倍，稍微低一點視角，好嗎？我看不到底。哇，那個不錯呀，來這裡。哎，對吧？會找地方哦。要善於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。雖然它是遊戲手機，但是我們要用它來拍啊，人像3要素。手機沒地方放怎麼辦？這能播嗎？為什麼不能播？為什麼不能播？哦，我發現一個問題，小米的2倍跟2.5倍這兩個的色溫明顯的有區別哦。紅米的這個，你看，切到2.5倍之後，色溫明顯的偏冷了，然後接着切回2倍之後，就明顯的偏暖了。那這個時候一加跟 iQOO 就沒有這個問題啊？不是，我有2.5倍，你沒有啊？這個2倍跟2.5倍，我還有個5倍呢。最起碼我站着不動，我也能比你拍得遠，這就是有5倍的優勢，是吧？有道理。你知道小劉最怕什麼嗎？小劉最怕忙，因為小流氓。不要再折磨我了好嗎？不要再侮辱我了好嗎？遊戲手機的拍照能力，抓拍能力是吧？碰那個樹葉啊，1、2、3。把師姐拍哭了。說今天用遊戲手機拍照的話還是不合適。今天不是水，今天把水給拍。今天是淼好嗎？把水拍成嗶哩嗶哩啦，再也不見。
2個4個拍照真的太難看了。然後來測試一下微信畫面和聲音效果。你好，狗头人，我现在在東山口给你打微信語音視頻，想測試一下這個視頻跟音頻的質量怎麼樣？不知道你看的聽得清不清？來數數字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現在用的是紅米 K90，在東山口跟辦公室的魚頭人打一下電話，大家感覺這個音頻跟視頻畫面怎麼樣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水水，我現在跟辦公室的狗頭人打微信視頻，然後看一下微信語音的通話效果怎麼樣。培正中學啊，100多年的歷史，這邊上去就是培正中學，就是我以前的母校。真的？真的呀？真假的？培正對面就是培正小學吧，好像是，然後下去就是七中。什麼東西？狗在哪？是狗在叫嗎？剛剛？啊？我想問一下，是不是還要停照片？啊？剛剛是狗在叫嗎？什麼呀？我他媽以為是狗呢！我靠！突然從我的腳底下，太嚇人了！你感覺這一期戶外對你來說很有感覺？比如呢？新的視野，全新的感覺。就打遊戲就是正常啊，現在這種遊戲怎麼說？就對於手機的壓力也不是很大。現在芯片進步的也很，還是魚頭老師強調的，已經調了一個比較高壓力的這個狀態，也並不是很熱，而且耗電也是幾%，半小時幾，半小時幾這樣子的一個狀態。所以說我們的戶外，大家想看什麼內容，可以在這個彈幕上面評論一下。現在到了我們的總結環節，最後啦。那今天一天的拍攝下來，水水感覺這3台手機哪一個更入你的法眼？我感覺1加會比較入我的法眼，因為它整體感覺偏五羊哈密瓜冰淇淋的清新，就是挺好看的。雖然今天我拿了一天的紅米，但是我感覺iQOO Neo 的這個配色真的是很漂亮，很炫酷，更符合男人的審美。哦，四哥感覺呢？我覺得我也比較喜歡這個。你看，就比較特別吧。我覺得這2個是延續了，就是他們就手感還是很不錯，然後也延續了他們之前的一些設計。然後它也是延續了設計，但它在延續設計的過程中，還增加了一些這種我覺得是比較新的元素在裡面。然後，對吧？我覺得也是一個創新嘛。我覺得對於手機後蓋的創新還是要鼓勵的，所以我覺得大家也可以是通過自己的創新，去改變大家對於手機貝殼，就是終端手機的手機貝殼的這個印象。我今天的感受就是累，但是并快樂着。今天一直在走，然後腿已經麻了。給腿個特寫。什麼？快樂是因為哎呀，跟那麼有趣的人，什麼鬼？這麼默契。那水水這一次測評之後，我們後面肯定也會有更多題材選題的不同品牌手機的測評嘛。那你對於哪些品牌手機的測評會更感興趣，或者自己更期待呢？華為，還有呢？幹嘛？你這個狀態不太對，你就不要這樣搞。華為。就你最喜歡的你也可以是蘋果的對比嘛？蘋果不是測過嗎？沒事，你說你感興趣啊，說不定明年還能再請你過來，今年就不請了，就要這樣子。華為。今年12月了嘛？哎呀 ，vivo 和 OPPO 吧，因為我感好像 vivo 挺能打的。啊 ，vivo 挺能打的是吧？是，感覺好像是吧。那我們 vivo 看来大家都比較。OV 兄弟。那看来有可能是這個雙師姐，就是桃子加水蜜桃組合來測這個 OV 的這個人像。假的，我還沒有見過桃子。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，可以在那個評論裡面扣個1，好吧？順便投幣吧。再來個新師姐。破1000幣哦。視頻的最後，如果大家有想看的任何手機或數碼產品，可以在彈幕區和評論留言，我們或許能給大家安排上哦。可以給我們一個1鍵3連。
好，接下來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使用半天的一加 Ace6T 的这個使用感受。昨天無論是從視頻導航，包括說遊戲的整體體驗下來，這台手機都是能基本應付的，中間也沒有什麼一些比較明顯的使用的一些問題。整體耗電我覺得就是只耗了40%多的電，相比其他2台手機呢，它的這個耗電的這個能耗的控制，我覺得是比較好的，也得益於它的大電池，剩餘的電量也比較多。其實我覺得昨天這三台手機在一些使用上面有比較明顯的差距的，還是人像模式。那人像模式的話，因為可能基於3台手機對人像模式的傾向不一樣，那他們拍出來的人像還是會有差別的。iQOO 的話呢，就是說它更傾向於把人像跟背景都會做一些提亮的處理，在大光明情況下呢，人像也是比較清晰的，無論是人上面的細節，還是說人臉的一些亮度都是比較高的。師姐的眼睛上面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處理瑕疵的。小米的話呢，也是有在人像做一些提亮。一加的話呢，是更傾向於還原當時的光影，使得師姐在髮絲上面的一些光澤呢也是丟失了，也是反倒是我覺得有一點點偏暗，可以再提得更亮一點。這3台手機的人像呢都會有各自的一些問題。小米在同一個場景下呢，有一些人像是有處理的磨皮，有一些是沒有磨皮的，就是發揮不是很穩定。iQOO 的話呢，就是逆光的那張照片上面，人眼上面是有那個光斑的，有1-2張照片師姐的臉上面也是有一些奇怪的紋理。一加的話呢，默認的模式下是無美顏，所以師姐的這個臉上的磨皮是比較少的。接下來我簡單說一下 iQOO Neo 11這台手機的上手體驗。Neo 11它用上了金屬邊框啊，要知道以前的 Neo 系列那個標準版，除了性能、電池和屏幕，其他地方呢就相對平庸。這一代用上金屬邊框還是不錯的。細節處理方面，比如按鍵左右戳它也不怎麼鬆動，也沒有異響；向下去戳它也不會因為缺乏支撐而塌下去。按鍵的質感比另外2台手機要好一些，當然也不排除個體的差異。屏幕這邊 iQOO Neo 11有2K 分辨率，144赫茲的屏，硬件還是很給力的，繼承了隔壁無 2K 不旗艦的口號。你看隔壁有傷，現在的2K 屏去哪裡了？屏幕的激發亮度可能不是很高啊，但是日常使用的亮度還行。這3台手機的屏幕都支持環境色溫切換，也都挺好的。iQOO Neo 11中規中矩吧，就比較符合中端性價比手機的定位。Redmi K90 主攝光圈更大，還有1顆長焦鏡頭。它的硬件已經是領先了半個身位了。我簡單把這3台手機的樣張差異啊，就差異比較明顯的地方羅列一下。一加的銳化還是很明顯的，你們可以看一下師姐的頭髮，加的銳化實在有點多。這張烤鴨的照片，圖像的邊緣，一加那邊是有一個很明顯的黑白線，這也是銳化太重導致畫不自然的結果。iQOO Neo 11這台相機，它是支持鮮明模式、質感模式和自然色彩模式，就跟自家的 X 系列的旗艦拍照手機是差不多了。這裡可以給個好評，但是這個原生光影的這個選項是沒有的，還是有一點點的等級分明。這一張是主攝的放大，大家也可以看到左邊 iQOO Neo 11這張照片的字啊 ，AI 痕跡有一點明顯，這對細節來說是很不利的。這張是5倍或者10倍的數碼變焦，可以看得出 Redmi K90 因為有長焦鏡頭，那個解析力是明顯更強。超廣角這邊，我覺得這3台手機的超廣角的數值基本是一樣的，不過一加的圖像分割處理要往更加細的方向去做。你看那個葉子和樹枝之間有一些毛糙的感覺。摳的時候摳得不夠細，高像素模式的樣張很明顯是 Redmi K90 是最好，它的細節是最豐富，還有那個尾色啊，它是最少。綜合來講 ，iQOO Neo 11的性價比依然很出色，它搭載的驍龍8 Elite 是正統的旗艦處理器，大核的緩存是沒有阉割過的。然後它還有2K 屏，比較適合實用黨和偏重遊戲性能的朋友。它的拍照呢有長處也有短板，長處就是觀感還行啊。短處就是不要放大看去摳細節，要不然你可能會有點失望。大家好，我是黑哥，我說一下今天使用紅米 K90 的一些使用感受。紅米 K90 是3台手機裡屏幕尺寸最小，然後電池容量也是最小的，所以說它的剩余電量也是3台中最小的。在握持比例上比另外2台要稍微好一點點，因為它屏幕尺寸較小。然后在打遊戲的過程中，感覺握持的手感也是不錯的。1個小時的遊戲體驗中，因為我們是把王者和和平精英的幀率都是調到了最高和最好，遊戲體驗還是非常好的。畢竟它是主打遊戲的嘛，過程中也沒有延遲和卡頓。
跟手性方面也是不錯的。但是我在游戏体验中还是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外面有一个铝合金的边框，屏幕这边还有一个黑边。如果你是打游戏的话，对观感还是蛮明显的，在游戏的过程中就很容易注意到它的边框。我不知道是个例还是说它的做工的工艺问题，应该是个例啊。它这个可以给它卡一张 A4 纸进去的。后盖玻璃上它是一体冷雕的工艺，一体性看起来非常强。但是颜色上这3台我是更喜欢iQOO Neo 11这一台，比较深得男生的心嘛，就可能男生看起来很酷，可能女生看这一台会，一加这一台牛油果绿色的这一个会很有感觉。这2台都比我们现在拿的这一台K90要好，但可能是我们买到的颜色的問題，但是你們要選的話，可能就不會存在這一個問題了。然後照片質感拍照方面，紅米它有長焦鏡頭是比另外2台多1顆的，然後雖然不是潛望，但是它多1顆，然後它能取到的景物都會好一點，包括人像它有一個 2.5 倍，但是紅米對它的鏡頭的統一性的調教還是有一點點欠缺的，就比如說 2.5 倍切到2倍的時候，這一個人像鏡頭切換，或者是長焦切到主攝的時候，它有一個明顯的一個色溫的一個變化，這個可能還需要在後期調教一下。照片得出來的最後的質感可能沒有另外的一加和iQOO要好，紅米就一般，然後另外2畢竟是藍綠廠嘛，調教的可能更有質感一點。再一個就是拍照的環節，我們拍照的時候老是被思傑吐槽說挑不出來照片，然後我感覺這個其實也不完全賴我跟思哥，因為他們這3台手機畢竟是主打遊戲的嘛，攝像頭或者是攝像頭的一些參數方面肯定沒法比嘛，因為手機的定位不一樣，所以它的一些可能長短板的一個問題嘛。所以說各位紳士想要拍照好看的手機的話，還是得要主打拍照的 Pro 或者 Ultra 系列。然後生態方面，紅米是有米家生態嘛，是以我的主觀感受來說，另外2台可能就是沒有小米生態這麼強嘛，這個還是要考慮進去的。就是如果你選紅米的話，它的生態還是非常強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今天使用紅米戶外手機的一些感受，有什麼問題可以在彈幕留言討論，感謝支持，拜拜。